我拿着。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别挡道！哎，老天爷呀，把杨千这儿来了，不知道从后院走啊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这样，高了高了，往下一点儿。哎呦，别擦别擦，擦什么呀？这刚刷的漆啊，晾一晾。你俩要是没事到后院给我帮锄去。是。哎，这个月下香的枝叶是寒毒的。去年秦家那个小孙子就是因为这种花没的，请走，请走。什么？没一个省心的。瞧瞧，亲家将这2个女儿教养的这么好，真让人羡慕。亲家母过誉了，个个都是顶不得门户的花架子罢了。是亲家公过谦了。明日便是除夕。今天不如我们就提前喝一个贺岁酒。来，诸位请。要不咱们再等等姑爷？他衙门里的公务一忙起来，不定要拖到什么时候，不必管他，咱们吃咱们的。来来来。哎，等，先别动，先别动。对不住了，各位，今日后厨忙乱，把大事儿给忘了。很快很快。见笑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韩燕，这是我娘家的表妹，你唤她二姨就成。我自小身子弱，傅家这些年来上上下下都是依靠她打理。韩燕初次登门见过二姨，想必这位就是庄三小姐。坐坐坐，一会儿多吃点啊。姐姐您真是抬举我了，我呢只不过就是一个不懂什么礼数的粗人，姐姐能容忍我在身边伺候这么多年，又在这后宅耍耍杀威棒，已经是我天大的福分了。刚才冲撞了各位，多多担待啊。30日，圣上说此案拖延太久，若30日内再无裴党义子的线索，便要拿我试问。云溪，要我看，这大理寺的职务，你还是尽早辞了去吧。母亲，当年，你的家人皆在战乱中亡故，我和你父亲将你收养名下。这些年来，父母之命，你从不为傲，就连让你娶了庄家长女，应了那一纸婚约，你也顺从答应。可如今，你爹爹早逝，全家上下都要仰仗你而活。为娘不求你荣华富贵，只盼你和阿芝能够平安度过一生。可这大理寺一职给你带来太多祸端，妻子亡故，家宅失火，更不用说那几次3番的暗害。如今若是再惹恼了皇上，只怕……母亲，裴党义子一案，您就不必再多虑了。我心中早有打算，要不趁着这年节，您带着阿芝和二姨一同回宜南老家去探探亲。云溪，莫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？母亲您多虑了，我就是随口一提。慢点儿，来了，慢点儿，来了。阿芝，韩燕小姨，这天寒地冻的，阿芝怎么来了？爹爹说叫阿芝来讨压岁钱。小姨还未成婚，不能给阿芝压岁钱，但为阿芝准备了一份礼物。是银子。可小姨为何送阿芝这个呢？
阿芝，你寒燕小姨啊，大概是希望阿芝日后长大，也能拥有自保的勇气和能力。是。寒燕小姨，这个是爹爹送给你的新年礼物。阿芝，外祖给你备了压岁钱，快去吧。只送风筝，却不给丝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呢？无论风筝飞得多高，终究要受持线之人拿捏。姐夫又想让我做什么？你误会了。我还要去找我母亲，姐夫请自便吧。今夜前来，只怕这阖家团圆之日，还有一位你想见的家人。走吗？你能带我出城？自然，但得速去速回。多谢。快想个法子。见机行事吧。上好的首饰，林夕哥哥，漂亮的首饰。你看这个，这个送给伯母作为新年贺礼，可好？你自己决定便好。哟，这位小姐好眼力，这可是上等的点翠珊瑚珠，最衬你这般年轻姑娘。来，姐姐给你戴上。林夕哥哥，这位姐姐说这个适合年轻姑娘，不然全当你送我。伯母的，另外再选。确实衬你，送你3副，再好好选选。3副，多谢允熙哥哥。允熙哥哥。好了，他不会追来了。走吧，这就出城去。要爬上这高墙？走这里。要钻狗洞出去？你若会飞檐走壁，自己翻墙去。哎，傅云熙，你快来看！
你好些没？可有按时服药？那位做饭的婆婆待你如何？都好，你能下地行走，不必担心。今晚是除夕夜，你已送了吃食点心过来，怎么又专程跑一趟？夜间城门关闭，我还以为不能来看你。幸好傅大人神通，还有小路能出来。什么小路？狗洞。咱们在儋州的时候，每年除夕都包扁食。今天我带了食材过来，让你吃一口热乎饭。好，我来帮你。哎，你这双手上不能沾水，我这不是带了帮手过来。我这双手只会杀人，不会做饭。你还记不记得，有一年，我为了图个吉利，想在扁食里放枚铜钱，可我们手上半枚铜钱都没有了。你跟我说，包个石子也是一样的，我就信了你。结果啊，那枚石子扁食被我吃到，我牙齿都硌出血了。你还以为我中了毒呢。自然记得。次年除夕，你死活不愿意包东西在里头了。今晚是除夕夜，我去拿壶酒来啊。哎，你不能喝，我来吧。傅云熙，怎么？我问你，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家人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只有他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觉得他像什么？一只孤雁，当所有大雁都畏惧寒冬，飞往南方过冬的时候，它只身飞来北方，努力地拾取杂草树枝，只为筑一个巢。你可知晓，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罢了，不必再说。自他入京以来，他说了无数的谎，只有一次，我问他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，他回答时眼里只有诚恳和苦涩。他说，他只想要一个家。如今，我唯一不明白的是，你从儋州回京，究竟有何目的？韩燕自小寄人篱下，此次回京，只是想要有一个家。
今晚谢谢你，这是今晚。也谢谢你救下柴静。这番恩情我会铭记在心里。来日若有机会报答，我一定不会吝啬犀利。时日还很长，自然会有机会。坐好。哎，来，母亲，来，坐下，坐下。热菜都上齐了，等人齐了，咱们就开饭。去请过西文没有？都请过3回了。陈嬷嬷说让咱们且先吃着。哎，孙嬷嬷再去请一次，毕竟啊，这是韩燕第一次回家。哎，韩燕怎么也没到啊？同傅云溪私奔去了。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？韩燕，祖母、父亲，女儿第一次在京城过年，看把戏入了迷，爹爹恕罪。无妨无妨，坐啊。哦，对了，怎么不见母亲啊？哦，孙嬷嬷已经去请了，来坐，尝尝这个。早年呢，我和你右昌叔叔通信，得知你最爱吃绿豆糕，我便寻得一个秘方，闲暇时在厨房做好了，派人往儋州寄送。这一送好多年，也来不及问一问父亲的手艺如何呀？所以，这些年来，我在儋州收到的绿豆糕，全是父亲亲手做的。卖相不怎么样，味道应该是不错的，只可惜而今我是吃不了这东西了。那时候为了调试味道，我接连吃了2、3天，可把我给腻坏了。哎，尝尝。多谢父亲。除夕夜这天，似乎突然之间，我的人生都有了着落，像一场美好的幻梦一般。这也是我此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只剩母亲缺席。这是我回家后的第一个新年，我多么希望母亲也能与我共度。她也确实终于现身，但是都吃。今年除夕夜，难得我们庄府上下得以团聚，韩燕归来，西文也同我们。西文是哪儿不合胃口吗？想吃什么与我说，我这就到厨房给你做。主母，您尝尝这个。陈嬷嬷，将我准备的新年贺礼送与诸位。西文，你有心了。主母，您破费啦。空的。劳儿无功白费力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说我一个发秃，
吃货的糟老婆子，还要什么镜子？母亲还是照照吧。我这铜镜非比寻常。哦，有何不寻常啊？寻常铜镜只可照形貌，我这铜镜可照人心。云泥酥，希文，我记得你我刚成婚那2年，你曾给我做过。今日这是？尝尝。希文，你也吃。放心吧，无毒。希文，你说笑了。这为何是苦的？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甜也好，苦也罢，终归是自己种下的。往年只说我不来吃年夜饭，也不曾赠予新年贺礼。今天饭也吃了，礼也送了，就此作罢。陈嬷嬷，回见价阁。是。这一顿暗潮汹涌的年夜饭，母亲的所作所为，让我感觉似乎有大事发生。姨娘，姨娘，姨娘，老爷回来了。老爷他被扣在宫中了。被谁扣下了？哎呦，这老奴哪里知道啊？哦，似乎是还有好几家大官人也都没能出来，只说是惹了大祸事了。快去，先去回禀主母，她毕竟是京城官家的嫡女，定能打听点什么出来。哎，是，快是。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快说！老奴方才过来的时候，听说主母把所有的丫鬟和奴仆的身契全拿了去，说是要将大伙全部遣出府呢。他这是又要搞什么鬼呀？主母开恩，拿了身契，便都出府去吧。谢主母。起来吧。我儿在宫中扣着，你不想法子去救，却在这拆家。老太太说笑了，主母一介妇人，又残着腿，
这手再长，怕是也伸不进宫里去。可这身契是花真金白银买来的，你为何将他们都散了去？这不是明摆着，如今老爷落难，主母将丫鬟奴仆遣出去，不过是想这府里少殒几条无辜人命罢了。庄府便是塌了天，也容不下你这个老妈子跟老身说话。老太太常年装傻充愣，对府里的阿杂事视而不见，怎的今日却一反常态，如此发癫？想必是照了我那铜金，现了原形罢了。你，掌家钥匙在周姨娘那儿，我找她说去。哎，如烟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庄家有难，妾身无能，请主母掌家。远了。谢主母。陈嬷嬷，将周氏母子禁足拱桐院，无令不得出院门半步。主母，奴婢母子3人本是无知可疑的瓦雀，纵是飞出府去，也无处栖身。您何须将我们禁足呢？方才是你跪着求我掌家，却又敢抗命。小娘，哎，小娘，你今日莫不是吃了？为何平白将掌家钥匙交了出去啊？我最近一点祸事都不敢再犯，那瘸腿毒妇为何又要关我们？待父亲回来，我定要将他。定要如何？定要父亲将他乱棍打死。你们父亲若是从此回不来了呢？你们又当如何？回不来了。小娘，父亲呢？你们今日记住小娘一句话：你们父亲便是这庄家的天。若是天塌了，咱们都不得活命。找我何事？母亲今日大喜。喜从何来？母亲可敢说一句，今日庄府临难，与你无关。有关也好，无关也罢，事已至此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自然有用。若与母亲无关，那便是我这做女儿的多疑猜忌。无论今日庄府被降下何等重罪，女儿都愿与母亲同气连枝。若与我有关呢？母亲是庄家主母，与庄府俱损同担，为何甘愿拿自己性命置庄府于险境之中？之前母亲与宇文伯伯密谋大事，我百般追问，母亲却避而不谈。难道便是今日要让庄府众人一起身陷囹圄？庄寒烟，我阮希文要做什么，该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过问吧？那请母亲告诉我，父亲究竟犯了何事？为何被扣押宫中？主母，官兵已经闯进来了。知道了。
天爷呀，这是犯了什么罪过了呀？啊！官爷，你们能不能把话说个清楚啊？我家老爷到底在哪儿啊？诸位，得罪了，本官督察院左都御史宇文长安，今日持御赐尚方剑，全权彻查左行场一案。经查证，裴大福义子7人就藏匿于今日被扣留于宫中的这些官宦之中，只待查出证据，即可捉拿裴党余孽。若庄大人无辜，府上各位自然无责释放。但在此之前，还请诸位移步义南会馆，配合本官调查。我儿如何会是义子啊？我爹爹为官清廉，绝不会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。敢问宇文大人，若是查出那裴党义子，又该如何问罪？圣上旨意，若查出裴党义子，满门抄斩。不是说圣上有政务相上，都入夜了，怎么还不见什么动静啊？是啊，这门前重兵把守，厅里又布了这么多的御桶，这哪是商议政事？韩大人，以你的高见，这是……邓大人，难道您还没有看出来，咱们这殿中留下的这11人，皆为义南同乡？这是为何呀？宇文大人，怎么是您来了？各位大人皆是本朝的能臣贤才，这1年来劳顿不废，敢言不吝。恰逢新政之日，本官为各位大人备下沐浴，以洗去这1年的辛劳。请吧。沐浴，这沐浴，这是圣上的意思。圣上特命本官持尚方剑，从大理寺接手左行场一案，这是本官的安排。宇文大人，不知你此举究竟何意？据说，如今已遭抓捕的裴党高层，皆曾受裴大夫的逼迫，阉割净身，以示忠心。宇文大人，您这是想要验明我等是否残缺？宇文大人这是怀疑我们了。已有确凿证据，未落网的裴党义子，就藏匿在各位大人之中。这怎么会啊？这叫什么事儿？我等怎么会是那阉党啊？就是笑话。哎，怪只怪我们同那阉党皆为义南出身。哎，倒是我那位亲家父兄啊，去年因故身亡，躲过今日一劫，可谓福兮祸兮。是啊，他也是义南出身呢。没错，对呀。宇文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傅平生的情况我会调查清楚。如果各位大人想早点离宫回去过个好年，就请速速配合。诸位大人，请吧。宇文大人，如何？他是搞错了，各位大人并无一人残缺。那位裴党义子肩负裴大福的钱财私产，或许为了躲藏身处，并不会逼他阉割。您下一步准备如何？既是如此，那便只能
从他们的家眷入手了。快走！咱们都压在这儿做什么呀？莫非要严刑逼问吗？老太太，别忧心，咱们老爷向来本分，这事儿定与咱们庄家无关。等到这事有了结果，咱们就能回去了。你为何独身一人？今日一早，家母已携家眷回义南老家探亲了。裴党一案本是你负责，为何突生这番变故？你可知晓什么内情？你们这些无耻鼠辈，会馆有10几间厢房，即便要传我们问话，为何非要将我们关在这阴冷的会馆之中？快别生事！对呀，自然与我们又有何干系？咱们走着瞧。若最后查出来，跟我邓家没有半分瓜葛，我非要去找宇文长安那老贼夫去讨个说法去。请诸位速移步大殿。他曾记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